白宁冰要和新来的同学告白，所有人都以为我会破防，跑来吵闹阻止。可一直到告白结束，我都没有出现。白宁冰不知道，当时我正裹着浴巾坐在他室友的床上。抱歉，把你床单弄湿了，晚上怎么睡啊？沈幼楚从我身上移开视线，脸色微红，扔给我一条毛巾，把头发擦干。我换个床单，你再睡。白宁冰要和那个帅气的新同学告白，他提前打了招呼，让所有人都瞒着我。只是他不知道，好事者早就憋不住告诉我了。全校都知道我喜欢白宁冰，做梦都想娶她。这次白宁冰对那男生一见钟情，动了真格，我怕是伤心欲绝，纠缠不休。这种男女爱恨痴缠的大戏，没人不爱看，都等着我破防，杀过去闹得天翻地覆呢。只可惜，一直到白宁冰顺利告白结束，我还没有出现。围观的人里三层外三层，都有些意兴阑珊，就连白宁冰的脸上也没有太多欢愉之色。她挽着新男友，拿了手机出来，一个电话和信息都没有。白宁冰微蹙了蹙眉，转而招呼众人：“今晚我请客，见者有份。”围观的同学都欢呼起来，一直站在树丛后的我这才走出。有眼尖的人看到我，立刻大叫起来：“是王峰！王峰来了！”我就说嘛，王峰怎么可能忍得住不来？白宁冰蓦地凑近，看见我那一瞬，唇角就机不可见的勾了勾。我没有理会那些等着看热闹的人，径直走到了白宁冰面前。白宁冰将新男友揽得更紧了一些，他看着我，声音淡淡：“王峰，感情这种事不能勉强，我们认识10多年，我也不想说话太难听，伤了从前的情分。以后我依然把你当哥哥看，你有事照样可以来找我。”说完，他声音却又压低了一些：“这么多人看着，别闹了，快回去。”白宁冰，我打断他，缓缓上前了一步，他又拧了眉：“王峰，听话。”我笑了笑，将刚刚从腕上摘下的手链递给他：“我来就是想把这个还给你。”看到手链，白宁冰脸色骤然一沉：“王峰，你又玩什么花样？你把手链收回去，以后我不会再缠着你了。”白宁冰定定看着我，声音越发沉寒：“这点钱我还看不到眼里，不想要，扔掉就行。”他话音刚落，我就转身将手链扔到了一边的垃圾桶。之前送你的那些东西，你也丢掉就行。说完，我没再看他一眼，转身就走了。白宁冰站在原地，直到王峰的身影再看不到，他的脸色却仍是有些难看。身边同伴忙打圆场：“嗨，王峰就是要面子，硬撑的。明冰你就看吧，他不出今晚就会后悔，说不定咱们刚走，他就哭着回来翻垃圾桶了。”白宁冰闻言就笑了一声：“随便他做，要不是顾及两家长辈面子，谁耐烦应付他？行了行了，别气了，今晚可要好好庆祝的，别因为他扫了兴。”白宁冰望一眼身旁帅气英俊的新男友，就将王峰那张讨人嫌的脸抛到了一边去。反正到明天，王峰又会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，在宿舍楼下等着他，缠着他一起去上课。这些戏，他这些年看的实在太多了。走到江边的时候，雨已经下得很大，我撑伞站在雨里，想着前些天做的那些梦。梦里的我，因为白宁冰和萧然告白的事，跟他大闹了一场，为了逼他分手，当晚就在这里跳了江。可结果呢？我差点丢了半条命。白宁冰只在医院守了我5分钟，就决绝离开。领养我的王家嫌我寻死觅活丢脸，又因为白宁冰的态度，觉得我再无利用价值，逼我退学，把我送回了吃喝嫖赌卧不做的亲生父母身边。最后我的人生一路下坠，异国他乡凄惨死去。我死后为我收敛残缺尸骨的，竟会是我一直疏远惧怕的那个人。而白宁冰正新婚燕尔，春风得意，自始至终都没出现过。这些天梦里的是一应验，如果没有这些梦，现在我已经在疯狂打白宁冰的电话，然后以死相逼准备跳江了。我很感谢这场梦，让我像是重生了一样，可以一点一点改变自己既定的悲惨命运。第3次拨那个电话的时候，那边终于接听了，我紧攥着手机，轻贴在耳边，沈幼楚3个字在我舌尖盘桓数次，方才缓缓念出。大雨如注，隔断了全世界的喧嚣，只有沈幼楚的声音略带着慵懒：“王峰，沈幼楚，雨下得很大，我在江边回不去了，你能来接我吗？”电话那端安静了10秒，我用力攥着伞柄，掌心都是湿黏的汗。梦里面，沈幼楚为我收敛尸骨的时候，好像落泪了，他的泪一滴一滴落在我腐烂的肉体和白骨上，我在梦里都感觉到了那种灼烫。后来他带着一小瓶我的骨灰在身边，盖了一辈子，也孤零零了一辈子。想到这里，我的眼睛有些湿润。等着，20分钟到，沈幼楚的声音忽然传来：“好，那我等你。”他没再说话，电话挂断了。15分钟后，我把伞送给了避雨的一对父子，所以沈幼楚到的时候，我已经淋得全身湿透。他从车上下来时，嘴唇紧抿，脸色像是含了霜雪一样了。我拨了拨遮住眉眼的头发，仰脸对他笑得开怀：“沈幼楚，你真准时。王峰，你干脆蠢死算了。”他冷着脸，伸手拽住我的胳膊，将我塞进车子，又丢给我一条柔软的毛毯，擦干净，别把我车弄脏。他从后视镜里看我一眼，就利落地调转了车头。我用毛毯披在身上，看向专注开车的他，他没什么表情的时候，总是看起来很冷艳，难以接近。学校喜欢他的男生很多，但没人敢告白。他和白宁冰是室友，我经常去白宁冰宿舍，每次我去，沈幼楚都很讨厌我的样子。还有现在，他虽然来接我了，但态度还是冷冰冰的，怎么都看不出他一直都在偷偷喜欢我。我缓缓闭上眼睛，梦里的一切都如实发生了，但如今因为我的改变，很多事也变了。那沈幼楚还会喜欢我吗？如果他根本不喜欢我，我这样做岂不是又给他造成了困扰？回宿舍，沈幼楚忽然回头看了我一眼，我心脏突地跳了一下，鬼使神差的来了一句：“回你宿舍。”沈幼楚握着方向盘，嘲讽的笑了一声：“白宁冰今晚不会回来的，你等不到他。”我知道，我拽了拽毯子，我又不找他。车子忽然急刹停在了路边，沈幼楚回身看向我，眼底的双色冷得让我心悸。王峰，别他妈把我当成你们推的一环。他定定看了我一眼，拿了手机，给你叫车，你自己回。沈幼楚，我定了定神，一把抢过了他的手机。他望着我，眼中却又没有愤怒和厌弃，只是眸色很深，蕴着无数种的情绪。我忽然有点说不出的难过。沈幼楚，我不想回宿舍，他们都笑我，我也不想回家。你能不能让我在你宿舍待一晚上？我将他手机藏在身后，声音越来越小。
当然，你要是真的很讨厌我，不想看见我的话，就算了。话说完之后，除了雨声，一切都很安静。沈右楚没有再和我说一句话，但他再次发动了车子，车子向学校的方向驶去，最后停在了他宿舍楼下。我跟着沈右楚进了宿舍，他去衣柜拿了件浴巾递给我，浴室在那边，洗完澡我就直接裹了浴巾出来。沈右楚看了我一眼，就移开了视线。我越过白宁冰的床位，走到他床边坐下，湿着的头发滴了水，很快打湿了床单。我身上的洗发水、沐浴露都是沈右楚的味道。小小的空间里，相同的味道氤氲开，是一种悄悄滋长、难以言说的暧昧。沈右楚轻咳了一声，拿着手机去了露台。我有些好奇地打量着沈右楚的床铺，浅灰色的床单被子干干净净的，书桌上放着电脑和书，倒也整洁。我正想去看看他书桌上的摆件，手机却忽然响了起来，屏幕上闪动的是白宁冰的名字，我没有接，那边很快又再次打来，竟是没有停的趋势。我干脆将手机调了静音。沈右楚，我冲着露台喊了一声，他很快转过身，熄灭手机走过来。怎么了？我坐在床上，我抬头看着他。沈右楚和我对视了2秒，就移开了视线。我却注意到他的耳根好像有点红。抱歉，把你床单弄湿了，晚上怎么睡啊？他看了一眼我，又看向床单上几片湿痕，转身拿了条毛巾给我，你先去把头发擦干，我换个床单你再睡。说完就去柜子里拿干净床单。我攥着毛巾，想到他刚才整个耳朵都红透的样子，不由抿嘴笑了。吹单头发出来时，沈右楚已经换好了新床单，你去睡吧。那你呢？他拉开椅子，头都没回一下。我打游戏。我有些样样的在他床上坐下。沈右楚拿了耳机正要戴上，手机却突然响了。他看了一眼屏幕，又回头看我一眼，才按接听。宁冰，有事。我心头突地一紧，下意识屏住了呼吸。我在宿舍，你说有人看到王峰来我们宿舍楼了。沈右楚再次转身看向了我，情急之下，我不等他开口说话，直接走过去搂住了他的脖子，嘴巴凑在了他的耳边，轻声说我不在。搂住他脖颈的手指下，沈右楚的肌肤瞬间滚烫灼烧，脸色更是红得鲜艳欲滴。我垂眸看着他，他仰着脸看我，眼眸深处渐渐欲色弥漫。没有，我一直在宿舍，他没有来。你再问问别人。沈右楚说完，直接挂了电话。他扔掉手机，白嫩的双手直接环住了我的腰，脑袋紧紧贴在了我的胸口。我清晰感觉到了滚烫的火山，耳边嗡声炸开。我下意识的想要推开他，可沈右楚却将我扣得更紧。王峰，他的声音有些嘶哑。就在我愣神的瞬间，他的吻却直接落在了我唇上，换妻的间隙，我终于找到机会开口，别勾我。沈右楚。沈右楚微抬着头，额头与我的抵在一起，呼吸纠缠间，他闭了眼，似在努力平复。你会不会接吻？我嘴唇都肿了。平复了片刻，我想要推开他的手，可沈右楚却搂得更紧了。王峰，别乱动，这次轻一点。话音落定时，沈右楚的唇又贴了上来，这次的吻绵长却又温柔，最后时他有些失控，吻得很深。沈右楚，我声音低沉的轻唤他，整个身体热得不行。沈右楚将脸埋在我的颈侧，低低轻应了一声。火山喷发了，火山平静下来，但很快却又再次濒临爆发。沈右楚却轻推开我，拉我站了起来，他双耳红的滴血，一向高冷疏离的女人，此刻眼底却满是深浓欲色。我去洗个澡，你先睡。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，沈右楚已经快步进了浴室。水声响起时，我趴在沈右楚的床上，意外从枕头下摸到了一个钛合金手链，手链很眼熟，是我日常很爱戴的那一个。有一次我来白宁冰宿舍，不小心弄丢了，怎么找都没找到，原来是沈右楚捡到了。我忽然想到，之前的那些梦里，这个手链好像也一直被沈右楚带在身边。怔了好一会儿，我将手链重新放到了他枕下。吹风的声音停了，沈右楚出来时穿了一套浅紫色的睡衣，水汽蒸腾之后，他的肤色透出了玉质一样的白，头发顺服落下，往日那种凌厉高冷就褪去了几分。不知怎么的，我觉得沈右楚这会看起来好像有点乖，刚要开口喊他，门外却忽然传来隐约的说话声，我神色一变，整个人都呆住了。门外说话的声音里有一道很明显是白宁冰的。沈右楚一时脸色一沉，但他明显比我反应更快。白宁冰推门进来时，我的衣服已经被沈右楚塞进了衣柜，鞋子藏在了床下最深处，而沈右楚正先被上床。宿舍里只开了一盏夜灯，光线暗沉，我藏在沈右楚的被子里，也只有不明显的微微起伏隆起。白宁冰就算靠近，不仔细看也看不出什么异常，怎么这么早就关灯了？白宁冰有些好奇，淋了雨头有点疼。沈右楚一边说着，一边却在被子下轻轻握住了我有些慌乱的手腕。床只有1米3宽，容纳2个人有些突兀，我的整个身子几乎都贴住了他，明显感觉到他修长的双腿绷得很紧。行吧，白宁冰也就没开灯，他在椅子上坐下，拿了手机打电话，打了几个都没人接。白宁冰明显有点怄。宁冰，你说王峰是不是故意的？什么？我今天刚和萧然告白，他就这样给我添堵。刚才电视上播报说有男大学生为情所困跳江自杀，我他妈以为是他想不开，抛下萧然就飙车过去了，结果捞上来不是，给他打了一晚上电话，一个都不接，现在也不见人影。白宁冰将手机撂在桌子上，他就是故意的，故意破坏我今晚的约会。说到这里，白宁冰冷笑了一声，我看他8成要缠我一辈子了，也未必。沈右楚忽然接了一句，白宁冰有点意外，未必。宁冰，这2年他怎么缠着我的？你可是看得清清楚楚，你不也挺烦他的？从来没给过他好脸色。听到这话，我忍不住在沈右楚腰上捏了一下，丝质睡衣的触感很好，就像直接抚摸在肌肤上一样。沈右楚整个身体骤然绷紧，很低地哼了一声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腿抽筋了。沈右楚的声音很哑，他说完又咳了2声，算了，你好好休息，我就不烦你了。白宁冰说着起身，我去个洗手间就走。他推门进浴室时，我忽然想到了什么，之前洗澡时我顺手把袜子洗了，现在还挂在洗手间里的。果不其然，
没2分钟，白宁斌出来时，脸上就带了促狭的笑。楚楚，你是不是带帅哥来宿舍了？瞒的可真是滴水不漏，哪个大帅哥呀，把我们高岭之花沈右楚都弄到手了？别乱说。白宁斌往床边走了几步，这么早睡，床上藏人了呀？白宁斌，沈右楚蓦然沉了声，好好好，我不过去。白宁斌停了脚步，却饶有兴致地看了一眼沈右楚的床，有套码你，我这里有多的，先给你。沈右楚在被子下轻握住我的手，示意我不要动，我也不敢动啊。我回握了他一下，示意收到。沈右楚这才看了白宁斌一眼，声音有点冷，别拿我开这种玩笑，认真的呀。白宁斌倒有点意外，沈右楚唇角紧绷，只简单哼了一声。若是光线再亮一点，白宁斌就能看到他脸上的表情有多紧张。那行，不打扰你们了，我今晚住外面。白宁斌意有所指，又格外看了一眼沈右楚的床，心里却不免带了2分不屑。平日看起来不近男色，对男生冷冰冰的，如今看来也不是什么冷艳高贵的高岭之花。如果他没猜错，沈右楚被子下就藏着一小伙吧，玩的可真花。不过白宁斌也没戳破，他和沈右楚关系还行，虽然男生中沈右楚人气更高，让他有点小不爽，但除此之外，两人也没什么不和睦。白宁斌转身出了宿舍，门关上了，我掀开被子，快闷死了。沈右楚靠在床头，眸光深深看着我，不甚明亮的光线落在他美艳精致的五官上，折射出大片大片暗影，我竟是看得呆住了。都说灯下看美人，隐隐绰绰的光影下看美女，果然更有氛围感。沈右楚缓缓起身，将脸边的头发拂到耳后，看着我很认真的说道：“我没烦你，也没有不给你好脸色。”他的话不用放在心上。说完，他先背下床，你睡吧。那你沈右楚，王峰，白宁斌早走了，你不用再这样，关他什么事？沈右楚自嘲笑了笑，你今晚去江边干什么？我这才醒过神，原来白宁斌刚才说有男生跳江的事，让他误会了。他以为我去江边是想不开要寻短见，给他打电话跟他回宿舍，是故意报复白宁斌。其实我知道他会这样想很正常。这2年，王家养父母逼得急，王家真正的大少爷找回来后，他们曾想把我送回亲生父母身边，后来可能顾念到还有联姻的价值，才勉强留下我。所以白宁斌对于我就像是一根救命稻草。我以为我们青梅竹马一起长大，总有那么几分情分在，他会救我出泥沼。我把所有希望都放在白宁斌身上，可这一切落在别人眼中，却都是我爱他疯魔的证据。更不用说沈右楚，他和白宁斌是室友，该是见证了多少我痴心纠缠的时刻。我想要解释，可沈右楚已经站起身，定好闹钟，明天早点走，别让人看到。我伸手拉住他，很认真地对他说：“谢谢你今晚来接我，又收留我，我真的很感激。只是很感激吗？”背着光，我看不清沈右楚的表情。你刚刚为什么要吻我？我脸色瞬间一红，不知道该怎么回他。我记得好像是他先吻我的，吻完了就不想负责了吗？沈右楚见我没说话，继续说道：“你到底要不要负责？”沈右楚，我刚张口，沈右楚忽然勾住我的脖子，狠狠吻了上来。他口吮住我唇瓣，呼吸渐重，我捧住他美艳的脸庞。沈右楚，你如果非要招惹我，那就招惹到底，我会负责的。回应我的是他垫脚加深了这个吻。11小长假的时候，我去了亲生父母所在的城市，在那里逗留了3天。离开的时候，那对吃喝嫖赌无恶不作的烂人已经被帽子叔叔带走，等着他们呢。是法律严苛无情的制裁，拐卖、涉赌、逼良为娼，桩桩件件，拜那些梦所赐，我都有铁证。我不用等重生，也不用下辈子，这一世就能彻底摆脱这一对魔鬼，让他们受到该受的惩罚。坐上飞机的时候，我长长的吐出了一口浊气，最大的一块心病，尘埃落定。这一刻，我才感觉到无比的自由和放松。飞机落地京城时，我先给沈右楚报了平安。这趟行程，他并不知道我的真实目的，还以为我是和兄弟短暂出游了几天。晚上我去找你，家里都收拾好了吗？沈右楚搬到了校外的房子里，他已经大4，几乎不用怎么回学校，而且和白宁斌住一个宿舍，毕竟不方便。收拾好了，我去接你。好啊，王峰，怎么了？沈右楚说，今天白宁斌生日，他组了个局，让我晚上过去，带着男朋友过去，我都忘记了。白宁斌的生日在国庆节。王峰，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去？我没有回答，心里很有些挣扎，不是不愿意公开我和沈右楚的关系，而是王家可能很快就会和我断绝关系，到时候我不堪的出身会被昭告天下。我知道沈右楚不会在意，但我舍不得他被人诟病，就像梦里那样，他们指责他为了一个不堪的男人不孝不义，让父母亲人伤透了心。可正如沈右楚那天说的一样，说了要负责，那就应该负责到底，人总不能既要又要吧。沈右楚，我深吸了一口气，你想我去吗？想，他说的毫不犹豫。那你来接我吧，我跟你一起去。我握着手机，一凑近就在玻璃窗子里看到了自己的脸。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在笑，笑得竟有些灿烂。王峰，你往外看。我的心脏好像一瞬间停跳了一拍，转身那一刻，就像电影里的慢镜头一样，我脸上的笑容在盛放，电子广播的声音退潮般远去，人潮汹涌中，我看到了沈右楚，只看到了沈右楚。我扔下行李箱，不管不顾地向他飞奔而去。沈右楚站着没动，但他对我张开了手臂，我跑过去将他抱在怀里，抱起来原地转了一圈，他勾住我的脖子，仰脸笑靥如花，小哥哥，核心力量好稳呀。我垂眸看他一眼，轻笑，腰也不错，要不要试试？他戳了戳我硬邦邦的腹部，趴在我耳边低低笑出声来，试试就试试。沈右楚，你给我等着，别求饶，哭也没用。今晚的生日宴，白宁斌照例请了一堆人，萧然今晚格外打扮了一番，帅得逼人，两人坐在一起，自然是无比养眼。萧然被几个女生夸得心花怒放，忍不住去看白宁斌，可他却好像有点走神。宁斌，萧然连着喊了他几声，他方才回神，怎么了？时间不早，大家都饿了，急什么？人还没齐，还差谁？是啊，还有谁没来？沈右楚还没来。哎，我想起来了，王峰还没来呢。王峰会不会来？
宁冰的生日，这种日子王峰不会错过的。白宁冰忽然打断了众人的话，我没请他，就算他来，我也不会让他进来。宁冰，你别生气啊，今天你过生日呢。萧然连忙温柔安抚，别因为无关紧要的人扫了兴致，是不是？说的没错。白宁冰看向身侧的男友，萧然是真的很帅，王峰也好看，但却不是这种英俊明朗的好看，所以当时他一眼就被萧然吸引了。只是追到手后发现，却也不过如此。这近1个月，王峰没有在宿舍楼下等他，没有缠着他一起上课，一起去食堂，忽然就从他的世界消失了，甚至偶尔在学校碰面，他也会转身避开。白宁冰不得不承认，他很不习惯。对，他把这一切都归结于习惯，他只是不习惯一个天天围着他转的人忽然冷了态度，他不会喜欢王峰的，更不会为了他这个冒牌少爷惹长辈动怒。但他们到底认识多年？白宁冰想，就今晚，如果王峰忍不住回来找他，只要他凑近服软，他总会在身边给他留一个立足之地。包厢的门忽然被人推开了，猜我刚才看到谁了？进来女生一脸八卦，目光却落在了白宁冰脸上。谁呀？卖什么关子呢？就是，到底谁呀？总不会是王峰吧？还真是王峰。宁冰，我们就说吧，王峰离不开你的，瞧瞧，今晚就忍不住了吧？白宁冰没说话，但脸上沉郁的神色明显消退了大半。萧然却变了变脸色，他轻扯了扯白宁冰衣袖，有点委屈的小声开口：“宁冰，你让王峰走行吗？他之前追你那么久，我心里挺膈应的。”白宁冰看着萧然，忽然觉得他这会儿比刚才顺眼了不少，他的心情也莫名好了起来。但王峰这段时间的行为挺让他生气的，就算现在他决定原谅他，但也要给他一个惩罚。行啊，那就让他滚好了。白宁冰拍了拍萧然的胸膛，漫不经心地说：“让谁滚呢？”虚掩的门被推开，沈右楚大步走进来，他的声音并不大，但却如惊世之地一般。偌大的房间里忽然鸦雀无声，因为所有人都看到了沈右楚的身后还跟着一个男生，而那个男生正是王峰。白宁冰坐着没有动，但他手中握着的酒杯却忽然掉在了地上，摔得一地碎玻璃。萧然惊得连忙牵起白宁冰的双手：“宁冰，你没事吧？滚！宁冰，你说什么？让你滚？听不懂吗？”萧然愣了好一会儿，方才愤然地甩开白宁冰的手走了出去。包厢里的众人也都识趣地纷纷离开。白宁冰死死盯着沈右楚，好一会儿，他才抬手指了指我：“沈右楚，不给我解释一下吗？解释什么？王峰怎么会跟你一起来？是你邀请我带男朋友参加你的生日宴，忘了？”沈右楚将我拉在身侧，伸手挽住我的手臂。白宁冰像是瞬间被激怒的凶兽，抄起面前的杯盏，狠狠摔在地上。沈右楚，你他妈知不知道，王峰是我的人，是你什么人？男朋友还是未婚夫？沈右楚寸步不让，还是说一个男生喜欢棍，就打了你的标签是你的私有物了？白宁冰眸底充血了一般，一片赤红。你明知道王峰喜欢我，还他妈撬我墙角！白宁冰，他没撬墙角。我捏了捏沈右楚的手，看向白宁冰，是我主动的。还有，我不喜欢你，应该是早就不喜欢你了。我望着他，忽然发现自己早已释然了。毕竟，但凡有点自尊的男生，就不会去喜欢一个从来不尊重自己分毫的人，也不会去喜欢一个冷漠寡情、对自己召之即来挥之即去、高高在上的人。也许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那些年，是有些浓浓的情谊的，但在我的身份拆穿，他的态度骤变之后，那些情谊其实早已灰飞烟灭了。王峰，你说什么？白宁冰似乎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，你他妈差点为了我跳江，你现在说你不喜欢我，我从来没想过为你去跳江，我那晚去江边只是为了找个理由让沈右楚来接我。白宁冰忽然怔住了，好一会儿，他才目眦欲裂般盯着我，咬着牙一个字一个字开口：“所以那天晚上在宿舍，在沈右楚床上的人是你？”“没错，是我。”白宁冰，你好好谈你的恋爱吧，那天我就说过的，我以后永远都不会再缠着你，这句话永不反悔。说完，我再不看他一眼，拉了沈右楚转身离开。沈右楚，我们回家吧，我想看看新家什么样子。沈右楚却没有动，他看向白宁冰，目光清淡，却又透着锋利的压迫。白宁冰，我以后不想听到任何人非议我男朋友。白宁冰此时完全破防，失态到口不择言。沈右楚，你以为你算老几？沈右楚只是默默的一笑，我算老几你不清楚的话，不如回家问问你老爸。白宁冰忽然安静了下来，他的视线从沈右楚脸上缓缓移到了我脸上，原本美艳的一张脸，此时竟有些说不出的狰狞。王峰，你根本不是王家大少爷这件事，沈右楚还不知道吧？这么大的事，瞒着人家也不地保，你说是不是？虽然我早已做好了身世被昭告天下的准备，但是被白宁冰这样突然的揭开，还是有些难堪和无措。许是看我脸色变得难看，白宁冰就笑了，看来你果然在瞒着他。我就说嘛，如果知道你的真实身世，沈右楚只会避之不及，就算你再怎么献殷勤，他也根本不会多看你一眼。白宁冰，沈右楚忽然松开我的手，他面无表情的走上前，目不斜视的瞪着白宁冰。从前我只觉得你这个人滥情花心，顶多算个渣女，但现在我发现，原来还是个没有脑子的蠢货。还有，我和你不一样，我喜欢的不是什么王家大少爷、赵家大少爷，我喜欢的只是王峰而已。他叫王峰，我就喜欢王峰；他叫赵峰，我就喜欢赵峰，就这么简单。白宁冰此刻哪里听得进去这些，他大叫一声，抬手一巴掌直接向沈右楚脸上扇去。我一把抓住白宁冰的手腕，够了，白宁冰，我和谁在一起，和你没有任何关系。你敢对我女朋友动手，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松手的同时用力一推，将白宁冰推到跌坐在沙发上。我转过头将沈右楚拦在怀里，温柔道：“我们回家。”走出包厢门，身后传来白宁冰愤怒的尖叫以及玻璃摔碎的声音。走到车边的时候，我叫住了沈右楚：“楚楚，你相信吗？”什么？我看着沈右楚，伸手抚摸着他的脸颊。那些年，我拼命想要抓住一根救命稻草，
可却总是事与愿违。曾经疼爱我的长辈不再对我关心问候，虽然没有打骂，但只是那种傲慢疏离的冷暴力，就足以让一个青春期的小男孩陷入崩溃。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，从骨子里看不上我，疏远我。新生的父母只是见钱眼开的人渣恶魔，每天每夜都在恐慌会被送回他们的身边，万劫不复。而我到死都不知道，有一个人默默喜欢了我那么久。还好，梦里的一切都不会再发生，我没有走到绝境，我和白宁冰也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沈右楚紧紧搂住了我，脑袋靠在我的肩上。王峰，我不在乎这些，但是听你这样说，我还是很开心。你知道，女人在这方面总是有些自私的。我知道，沈右楚，我告诉你这些，也只是不想他把脏水泼在我身上。我是为你，更是为我自己。说到这里，沈右楚抬头冲我一笑，我们快回家吧，冷死了。好，他牵住我的手，牵得很紧很紧，而这一牵就是一辈子。可沈右楚的事还没有完全公开时，我去了王家，和王家长辈谈了一整个下午，最终在王家那位真正的大少爷王成宇的斡旋下，我拿回了自己的监护权。从此我和王家就再无任何牵绊瓜葛了。之所以选择这个时机，是因为我太了解王家的人，如果他们知道我和沈右楚的关系，就一定会如吸血鬼一样缠上沈家，而我不想让沈右楚和沈家惹上这种麻烦。我离开王家的时候，王太太很有些不悦。王峰，我们家养了你这么多年，在你身上花了上千万，一分钱回报都没拿到。其实我现在的心态已经完全变了。王家养了我16年，直到真正的王先生回来，我确实过了几年很煎熬的日子，但却也没有忍饥挨饿。还有王成宇，原本对我恶意满满的他，不知为何也忽然改变了态度。说起来，之前我被王家逼着退学，送回亲生父母身边，都有王成宇插手的缘故，但现在却也是他帮我说了话，帮我解决了最后一块心病，也说服王太太没有将我不堪的身世闹得满城皆知。如今的我是自在如风的王峰，是再也没有人和事捆绑束缚住我的王峰，我已心满意足。夫人，我恭敬地对王太太鞠了一个躬，养育之恩我一天都不会忘记的。说得好听，王太太冷冷看我一眼，你连白宁冰这种青梅竹马都搞不定，将来又能有什么出息？算了，赶紧走吧，看你一眼我都觉得闹心。王太太摆了摆手，我也没有再过多的解释，只是给王成宇使了个眼色，妈，我送王峰出去吧。王成宇开了口，王太太的脸色就温和了下来，快点回来，要吃晚饭了。知道了。王成宇笑着应了，带我出了客厅，一直走到园子里，我们俩才默契地停了脚步。我看着他，他也看着我，忽然都笑了起来。哥哥，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谢谢你。而我开口的同时，王成宇也低低地说了一句，王峰，对不起。很多话我们都没有说开，但彼此却都心知肚明。王成宇这声对不起，是对梦里那个王峰说的吧？最后他很用力地握了握我的手，王峰，这次一定要很幸福很幸福啊。会的，哥哥，你也一样。王家的养育之恩，将来我会用另一种方式回报在王成宇的身上。他吃了16年的苦，我享了他16年的福。梦里我恨过他，但现在过往种种全都一笔勾销了。沈右楚带我去见他爸妈时，说实话，我真的挺忐忑的。沈夫人前几年不知什么原因开始信佛，这些年雷打不动，年年都要去普济寺上头炷香的。别紧张，我妈妈这几年信佛，人很和善，而我爸都听我妈的。沈右楚似乎看出了我的紧张，一路都在安抚我。快到门口时，已经看到沈夫人在等着我们了。妈，这就是王峰，国母您好，我是王峰。我忙礼貌的打招呼，又将准备好的礼物递了过去。沈夫人笑着接了礼物，目光却一直盯着我，直到进了客厅，沈夫人还在盯着我看，后来更是干脆要拉着我去楼上书房。我有点懵，忍不住看向沈右楚，沈夫人却握住了我的手，笑着说，王峰，我们上楼说几句悄悄话。又回头调侃了沈右楚几句，你也别紧张，妈妈又不会吃了你心上人。沈夫人看起来心情格外好，拉着我的手不放。老沈，你看王峰是不是和我说的一样，又英俊又懂事？沈爸爸是个十分儒雅温和的绅士，听了太太的话就连连点头，确实很英俊和懂事，一看就是好小伙。我一头雾水，有点不知所措。沈夫人拉着我的手，眼睛却微微红了。王峰，你别误会，说起来有点荒唐，这些年我总是翻来覆去做一个同样的梦，梦里面宁冰为了一个小伙一辈子都没嫁人，40多岁就孤零零的去了。一开始我和他爸爸都不信的，觉得只是梦而已，但后来梦里其他事都一一的应验了。沈夫人的眼泪直往下淌。我这些年吃斋念佛的都是为了宁冰，我是真的很担心那个梦的最后会成真，所以我一直都在想，如果那个小伙真的存在，能和宁冰在一起该多好。现在看到你，我就知道这些年我没白吃斋念佛。王峰，你和宁冰一定要好好的呀。我的视线不知何时早已模糊了，这世上有我亲生父母那种人渣，但却也有沈夫人这种爱女心切的母亲，何德何能我能遇到沈右楚，遇到这样好的家人，就此圆了梦里所有的遗憾。3年后，我和沈右楚领了证，婚礼还在筹备阶段。我想要简单低调，但沈右楚和沈家长辈都不肯。只是领完证，我就搬到了沈家为我们准备的房子里。我洗完澡出来时，沈右楚正躺在床上，严严实实的盖着被子装睡。我亲了亲他，他睫毛轻轻颤了颤，却还是没睁眼。我又亲了亲，沈右楚仿佛低笑了一声。我掀开被子准备上床，可刚掀开被子，我整个人就僵住了。暖色调的夜灯光芒温柔的铺陈开，峰峦起伏间，那光也在明暗间投下片片阴影。或许是没有了被子的掩护，沈右楚没有安全感和娇羞，两只手直接勾住我，将我带倒在床上，压他身上。王峰，你喜欢吗？眼睛都看直了。我没说话，回应他的是一个热烈的吻。王峰，他不停喊我名字，一遍一遍，不知疲倦。最后的时候，我看到他脸颊绯红，眼角却有一滴泪滑落，我连忙停住动作，温柔地拥住他。怎么了？是我
我粗鲁了吗？没有。沈右楚定定地看着我，忽然笑出声来，然后在我肩上咬了一口，说：“我高兴的。”顿了一会，他忽然说：“那天在机场是谁说别求饶，哭也没用的？”我哭笑不得地刮了下他的鼻子。我怕你说我不懂得怜香惜玉。王峰，我喜欢你，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？可他却不肯回答，只是紧紧抱住我。好一会儿，他才轻轻开口：“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王峰，我原本以为一辈子都没有机会让你知道了。”我心里忽然疼得不行。没关系啊，沈右楚，我们现在有一辈子的时间在一起。是啊，我们现在有一辈子的时间，十指不知何时紧扣在一起。要不要继续？房间里很快响起了让人脸红的声音，久久不曾平息。这一夜会很漫长，而更漫长的还有我们的一生一世。